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0.51，收盘价是185.5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0.68，最低价是在183.7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当日的成交量是1.339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06倍，略有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是在下行的走势中。MACD 快线下穿了慢线，并且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微小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进入到了短期的空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那在4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我们会看到当日收盘价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也就是在多头的趋势情况下，如果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呢，它是转为空头趋势的一个标志，并且呢，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是有新低出现的。这个新低我们是相对于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185来说的。那这些信息都说明股价将会进入到空头趋势。那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信息，就是连着3个交易日出现了红 K， 那这叫连三红，这是一个下跌的 K 线组合架构。那也预示着股价后续会继续下行，或者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那么日后股价只有站上这个连三红的最高，也就是在4月3日这根 K 线最高 202.69， 那只有站上这个位置才能够瓦解这样一个连三红的下跌的架构。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但是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个信息，就是在4月5日生成的这个 K 线是含有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根 K 线看作是股价下行到了低点的一个位置，那么当日的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这样的信息也有可能会促使日后股价出现反弹。对，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会出现止跌，收盘价会在191.5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98。实际在4月5日收盘价是在185.52，当日是出现了下跌，并且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就是它的收盘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这个重要标志，也就是股价会转为空头趋势。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那对于4月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的目标，目前第一个目标我们仍然认为是185，
是3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我们会看到4月5日虽然出现了新低，但是它的收盘价并没有跌破185，所以目前这个位置依然是股价下行的目标。那为什么呢？我们说说理由。那目前虽然说股价跌破了20日均线值，已经叫做建立了，或者说是已经标志着进入到一个空头趋势，那么它是从均线方面来看，对。那185呢？我们说这是从 K 线图上来看，那只有股价收盘价跌破了185，才会确认，从 K 线图上才会确认这个空头趋势。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目标虽然已经很接近了，但它依然是要跌破185。好，这是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确认空头趋势，就是再次确认空头趋势。好，那一旦跌破了185呢，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5，是3月20这根 K 线的最低。当然，然后就是100下方的164。好，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那我们说，如果后续股价持续下行呢，我们把图缩小来看，那这一波下行它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164，这是它下行的目标。我们会看到164啊是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它和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217。这个区域实际上是目前股价叫做运行的一个大的横盘区域，所以股价如果下行，它一定是要跌破这样一个大的横盘区域的。所以这一波下行的最终目标，我们认为它是164。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或者叫反弹。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是一个含有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是相对低档的位置，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开高走高啊，是很容易出现反弹的。所以如果股价目前说出现反弹，那上行的目标我们要把这个目标上移，在前一期视频我们定义的是198，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定义在202附近，也就是4月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么为什么股价反弹的目标是它呢？就是目前股价反弹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的下跌的 K 线组合的架构。对，因为如果股价出现反弹不能够站上202呢，是很容易会再折返向下的，所以它反弹的目标一定是202。这是股价反弹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各条均线值都将成为强压力。好，那如果股价能够瓦解这个连三红，站上202呢，那我们说上方的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7。那如果能够站上207呢，我们说叫回档成功，会继续多头趋势，然后接下来就是217，当然还会再向上。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好，那上行的目标是202和207，还有217，这是这3个。那么对于4月6日盘中，我们要观测一个点。我们先把目前的这个水平线先都清理一下。这条趋势线我们是用作观察的。在前一期视频说，如果股价出现反弹，看看能否在
站上这条趋势线。那么我们今天还保留它，我们还保留这个线。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条水平线删除，现在已经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我们把这条观察线要移动到193。对于4月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193，和185。当然，或者我们只关注193吧，因为目前股价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和架构啊，都已经建立，就是股价大概率会出现下行。那么我们在盘中要关注193，就是一旦出现反弹，我们要关注这个点。那193，我们说明一下，它是这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 K 线的50%的成本线，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股价如果出现反弹的一个非常强的压力位。同时，在这个区域，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都会聚焦在这个点，所以这是我们日后股价如果出现反弹要关注的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还有一个多头的持仓，我们来回顾一下，在3月14日5%进场抢反弹建仓，然后到3月21日有10%的加仓，到3月31日，我们指的都是收盘价这个位置有在3月31日收盘价10%的加仓，目前是有25%的仓位。那如果在这之前没有盈利出场呢，或者没有停利出场呢，那我们说到4月5日，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前一期视频给出的是4月5日。我们守止损是守20日均线值，是守188这个位置。那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188，那我们说这个仓位应该立刻止损出场。对，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目前我们说在4月5日这个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就是它不具备抢反弹的条件，因为它并不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好，那我们再来说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对于空头来说，在4月6日开盘之后，如果股价出现反弹，在188这个位置会有空头的再次进场，或者叫建仓。对，那他们的目标是176。那他们的回补位包括有之前进场的空单，那么他们的回补位是在我们说应该是在前一期视频我们讨论空头的时候是到了202，那么到了4月6日，他们的回补位应该要提升到198，或者也有可能会提升到194。因为它的操作是反向的，所以数值下降对于他们是提升。对，所以目前空头的回补位应该会被提升到198或194这个位置。好，这是空头。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4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是压力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第一个压力位是在188附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呢，我们是一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呢，我们要把它定义从190一直到195。对，那么这个区域涵盖了前高，涵盖了50日均线值，涵盖了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对，所以第二个压力区间是在190一直到195。那第三个压力位就是在199，是这根 K 线的最高，一直到上方的202。好，这是3个压力位。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应该是前低183，然后是178，178是3月20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然后是下方的175附近，这是下方的支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我们给出4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第一个可能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一个方向股价会继续下跌，如果是继续下跌，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88，最低下方会到达178，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80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8的，当然还有一个条件是必须是低开盘。好，这是股价的下跌。如果我们再说另外一个方向，那如果没有下跌，那很可能会出现反弹。如果是反弹，它将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8，在这个位置，然后最高上方会到达195，收盘会收在194附近。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反弹。好，那这是第一个可能，有2个方向。如果既不下跌也不出现反弹，我们认为股价还会出现一个止跌横盘。如果是止跌横盘，它有可能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3，也就是会出现新低，然后呢，最高上方会到达191.5附近，在这个位置，收盘会收在189附近，对，也就是说会出现一个止跌横盘或者叫横盘向上。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股价走势的预测。那在这里啊，我想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想补充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说技术上的
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时候说，股价目前跌破了20均线值啊，我们应该立刻止损出场。但是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比如说预测的时候，我们还会给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如果真的出现了反弹，说我们现在止损出场之后，会就是说这样一来我们会有很大的亏损吗？在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们讲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啊，它是纪律，纪律和股价的后续的走势是没有关系的。也就是在技术上，我们要遵守一个纪律，在多头的趋势下，股价一旦跌破了20均线值，无论后续的走势是向上、向下还是横盘，那么都要出场的。对，这是纪律。对，所以在这里我想把这一点呢再强调说明一下。所以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所有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最终我们会看到在视频的说明当中，最终都是以亏损，就是亏损状态下被止损出场的。那你说，这样一来，我们这样的一些技术上的操作规律和建议就是没有盈利了吗？我们这里讲的给出的技术操作建议都是底线的位置，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停利或者止损出场的位置。那么，例如我们会看到，如果在这个点抢反弹，那有可能突破之后一旦出现下跌，那我不等下方的止损位，我就获利出场呢，也是有可能的。对，或者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有进场或者加仓，那我们会看到一旦突破呢，有可能。我不像博主讲的继续看多，我想就是这个位置去出场呢。对，所以在我们视频当中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给出的都是底线的位置，就是必须要出场的位置。对，那在之前的很早的视频，我们曾经提到过，我们在视频当中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不是带盘。也请就是说我们的网友呢也不要跟盘，因为无论是带盘和跟盘，最后的就是损失都是很严重的。对，因为当判断正确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增强信心，然后呢都会信服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样一来，股价一旦出现反转呢，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利润的损失。那如果再不止损出场呢，可能到最后就是一个亏损。所以在这里我想就是强调说明一下，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都是给的底线位置，也就是我们遵守的最低的纪律上的底线。对，好，那这是我们的对这个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一个说明。好，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